朋友们，欢迎来到佛学慢慢说，我是心语。今天我想邀请你放慢脚步，请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下来，或是闭上眼睛，暂时关掉脑袋里那些纷乱的待办事项。这一段时间是专属于你和自己心灵对话的时刻。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位在汉传佛教中极具亲和力却也充满深邃慈悲的觉者，药师琉璃光如来。提起药师佛，你的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一尊全身通透湛蓝，手持药草，盘坐在莲花台上的神圣形象。那种蓝不是忧郁的蓝，而是像黎明前最清澈的天空，或是深不可测的琉璃，能映照出世间所有的尘埃。为什么我们要慢慢说药师佛呢？因为他的愿力与我们的身体、情绪，乃至于最平凡的生活琐事，都有着最深刻的连结。每一尊佛的成就，都源于他在因地，也就是修行时期所发下的愿力。药师佛在很久很久以前，还是一位行菩萨道的修行人时，他看见了众生的种种痛苦。他发现人们不只受困于生死轮回，更多时候是受困于当下的贫穷、疾病、饥饿与孤独。于是他发下了震撼寰宇的12大愿。我们不一一背诵经文，让我们试着用心去感受这12种慈悲。第一，2大愿。药师佛希望自己成佛时，全身能像琉璃一样内外通明，那光芒能照亮幽暗，让所有在迷茫中摸索的人都能找到生命的方向。这就是身如琉璃的典故。而我最感念的是他对于现实苦难的关怀。在他的大愿中，他提到，愿所有残缺不便的人听闻我的名号，都能获得健全。愿所有饥渴难耐，为了生存而造业的人都能获得饱足，进而品味真理的滋味。愿所有身处战乱、监狱或受国法禁锢的苦难者都能解脱忧苦。这就是药师佛最温柔的地方。他不只关心你的灵魂是否解脱，他更关心你今天吃得饱吗？身体还痛吗？心里是否感到恐惧？他像是一位最细心的医者，不只医治身的病痛，更在医治心的贫瘠。他理解现代人的焦虑、孤单，理解我们在都市丛林中迷失自我的那种痛。这12大愿其实就是12份给予众生的平安保证书。关于药师佛，民间流传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我想分享一个关于诚心与转机的故事给你听。相传在古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阿成。阿成家境贫寒，却非常孝顺。不幸的是，他的老母亲患了一种怪病，双目失明，全身长满了脓疮，寻遍了名医都束手无策。阿成每天背着母亲四处求医，最后家徒四壁，只能在一间破旧的寺庙旁暂时安身。那间寺庙里供奉的正是药师琉璃光如来。寺里的长老告诉阿成，当医药无效时，试着把心交给佛菩萨吧。长老教阿成每天清晨去后山采集清净的泉水，供奉在药师佛前，并至诚恳切地诵念药师佛的名号，再将这杯盛载了愿力的药师咒水给母亲服用。起初阿成的心是乱的，他一边念一边担心明天没米下锅，担心母亲的病是否真的会好。但渐渐的，在无数遍的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声中，他的心安静了下来。他不再去看结果，只是全然地投入在那声佛号中。有一天深夜，阿成在念佛时，隐约看见大殿中
泛起淡淡的蓝色光芒，那光芒不刺眼，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他看见一位穿着朴素青衣的行者走入偏房，在母亲的额头上轻轻拂过。隔天一早，母亲惊叫着醒来，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能看见晨曦穿过破窗的微光，身上的脓疮也干瘪结痂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药，施佛的药，往往是从我们自信的信中生出来的。当阿成的心从焦虑转向宁静时，他与药师佛的频率就接通了。朋友们，听完阿成的故事，你可能会想，这只是传说吧？但在佛学慢慢说里，我们想探讨的是这故事背后的真相。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虽然有先进的医疗，但为什么我们的痛苦反而增加了？我们的病往往是心病，焦虑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贪求与恐惧，忧郁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的执着与悔恨，疲惫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如何让心停下来。药师佛手中的那枚诃离勒药草，象征的是一种觉醒的力量。当你缓慢的呼吸，当你试着放下手机，当你在这10分钟里安静的聆听，你其实就在服下一剂药师佛开给你的清凉散。真正的药师佛就在你的自信之中。当你愿意善待他人，当你愿意原谅自己，你就是在实践药师佛的大愿。节目的最后，我想送给你一段简短的观想。请你想象，有一道温暖且清净的蓝色琉璃光，正从你的头顶缓缓流下，经过你的眉心、喉咙、肩膀，带走你积累了一整天的压力与紧绷。这道光流过你的脊椎，充满你的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变得晶莹剔透，像琉璃一样。请记得，不论生活多么忙碌，药师佛的愿力始终都在。只要你愿意，慢慢的回来，回到你的呼吸，回到你的心。感谢你今天在佛学慢慢说的陪伴。如果这则故事能为你带来片刻的安宁，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我是心语，愿你身心安康，如琉璃般清净。我们下期再慢慢聊。